也只有韩国才能拍出如此丧心病狂的电影，曾受到多个国家的公开抵制。看过的人很长一段时间仍记忆犹新，从头到尾就突出了一个人性本恶，他将人性的贪婪、自私、虚伪、丑陋等等表现得淋漓尽致。100多名乘客登船，唯独剩下一个不知有几个父亲的孩子。远离文明社会的空间下，一个鸡腿可以让人性的丑陋被彻底激发。当食物殆尽时，所有人都只能沦为食人的怪物。这是一艘由废弃军舰改造而成的游轮，上百名游客兴高采烈地出行，新婚蜜月的情侣、不学无术的青年、自力更生的小姐、横行霸道的黑帮以及位高权重的议员，谁都不会想到，他们居然在天空中飘荡了几十年，甚至更久。这里鱼龙混杂，宛如一个小型社会，当然待遇也分3、6、9等。议员住着豪华包间，3名小姐非常不满，却遭到了8届议员的黑老大恐吓，而议员并没有因此收敛。众人在甲板上吃着简陋的便当，他却当众享受着最丰盛的泡菜国宴。小帅上前质问不公，身为议员应当以身作则，提倡平等。이분 누군지 모르세요? 知ってる知らないの問題じゃないでしょ。何もかも扱いが違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。蹭吃蹭喝的黑老大出言恐吓，众人也陆续附议。议员见状只好假装妥协，承诺明天会和大家同吃同住。可到了晚上，他看着遛弯的小帅夫妻，似乎产生了什么邪念。黑老大问政客是不是喜欢这个女孩，他回答的模棱两可。黑老大立马心领神会，让议员回房间里静候佳人。他们都是老油条，名人说的都是暗话。小帅和小美刚双休完毕，黑老大的手下就闯了进来，看着衣衫不整的女人，卡拉米们瞬间心动，拉走小帅，轮番侮辱。小帅试图营救，却惨遭黑老大杀害。随后堵住小美，发泄完毕后才把人送到议员房间。看着修长的双腿，会发生什么不言而喻。议员儿子本想阻止，可为时已晚。看着半遮半掩的小美，他最终也没能把持住。而此时已经苏醒的小美却毫无反抗能力。然而这一幕全都被一个神秘的老人尽收眼底。3分钟后，被折磨到狼狈不堪的小美走出房间，她四处寻找男友，却只发现了一只带有血迹的鞋子。那一刻，她也不想活了。关键时刻，那个神秘的老人再次出现，阻止小美自杀，不得已将其掐晕。这个夜晚，其他人都很安详，可对这个花季少女如同噩梦一般，被多人玩弄。第二天，小美缓缓苏醒，可环顾四周，却震惊地发现，本该在海面航行的游轮，此刻竟漂浮在蓝天白云之上。游客们发现后纷纷出来查看，可如此诡异的场景，纵使见多识广的船长也目瞪口呆，但仍故作镇定安抚游客。小美看着高处的老人，意识到他可能知道些什么，因为之前他就发现老人一直一言不发，只顾着默默搜集船上的泥土，甚至还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种菜。小美也曾试图询问，可老人却只报以微笑回应。再看此时的老人，仿佛早就知晓了一切，可来到老人的房间询问，他却只顾着种花种菜，甚至还孵出了2只小鸡。小美认为这点植物即便开花结果，也绝对不够上百人食用，若遭到疯抢，也一样自身难保。老人却只是笑而不语。刚失去丈夫的小美无依无靠，只好帮助老人搜集泥土栽培植物。而此时，外面的游客们早已开始了食物争夺战。奈何黑老大有枪在身，他和议员狼狈为奸，一同接管了船上的所有食物，美其名曰会帮助大家化解危机，实则每天只分给游客们一个饭团，而他们却依旧大鱼大肉。渐渐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感，愈发膨胀后，甚至当众戏耍他们。为了一只鸡腿，乘客们争得头破血流，而议员等人却笑得合不拢嘴。殊不知这只是人欲丑陋的开端。渐渐的，有人开始贿赂守卫换取食物，可转身就遭到哄抢，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大规模的偷抢，可换来的必定是议员等人的武力镇压。平日哄抬身价的姐妹们，为了一根香蕉也甘愿任由亵玩。小美和老人那边终于出现果实，可她却出现孕吐症状。老人仿佛看到了希望，但小美却无法接受，因为根本不知腹中胎儿是哪个禽兽的。她本想挥刀自尽，老人被迫阻拦并将其捆绑。渐渐的，小美也想开了，孩子也有可能是死去丈夫的，答应会将其生下。老人这才为其松绑，可2人能撑几时依然是个未知数。纵使心中有百般绝望，但也好过舱外的群众。原本的1日1餐已被改为3日半餐，不出意外的再次丧失理智，冲入食物储藏室，再度上演疯抢。议员见状果断杀鸡儆猴，虽然暂时将他们镇压住，但如此以往事态必定也无法控制。手下本打算处理尸体，可那名老人却主动拖走尸体。议员等人没有阻拦，但老人接下来的行为却直接把小美吓得惊声尖叫起来。
他面无表情，如同荒野屠夫，手脚利落，没多时便骨肉分离，然后把坚硬的骨头塞入机器研磨成粉，以此来滋养舱内的植物。而另一边，食物所剩无几，议员深知更大的暴乱即将来临，便决定先下手为强，谎称公开放粮，将所有人引入舱内。可食物早已经被转移，等众人反应过来再想出去，出口早已被死死封住。丧心病狂的议员毫不犹豫地把一颗颗手雷扔进舱内。一声声巨响过后，船上的活人已经为数不多。然而议员等人势必要斩尽杀绝，现场也已经乱成一团。施暴者显然已经彻底失去理智，宛如恶魔收割人头。然而意外的是，食物被不肯服从的船长发现，鱼死网破之下，一把火将所有食物烧毁殆尽。至此，船上100余名乘客仅剩寥寥数人，但依旧在人性的驱使下相互争夺。原本还狐假虎威的黑老大直接夺枪反杀议员，小美和议员儿子侥幸逃走。然而此时船上能吃的仅剩人肉，议员刚死不久，虽味道不佳，但尚且鲜活。女人正在进食，可下一秒就成为了黑老大的盘中餐。此时的巨轮上宛如人间炼狱，老者却云淡风轻地游走于尸体之中。他在每名死者的伤口处播下种子和撒上泥土，以尸体的养分来供养植物。可没过多久，尝过肉味的黑老大陷入癫狂，他盯上了仅存的小美和议员儿子。危急关头，小美捡到手枪并将其击毙。议员儿子承诺会照顾好小美，以及肚中有可能是他的孩子。可如今船上仅剩3人，2人向老人索要食物，老者也没有多少余粮，把仅剩的腌肉交给他们。2人大概猜到此为何肉，由于饥饿难忍，没办法，只能分而食之。饱餐一顿后，议员儿子甚至又动起了歪心思。然而一时的享乐并不能解决食物刚需，船上的尸体也已经变成腐肉。2人再次找到老者索要，可这次地主家真的没有余粮了。小美以肚中胎儿为筹码，请求老者让他们吃一只鸡，但如果真这样做，那长久以来的坚持就失去了意义。老者被迫割肉奉上。然而时间还在疯狂流逝，饥饿很快再次来临，吃鸡的想法再次涌上心头。这次老者已不在船舱，有的只是满满一桶鲜肉。小美顺着脚印来到甲板，很明显老者先出身上最后的食物后，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了小美身上。2人吃着生肉，看着漫无边际的天空，不知坚持了多久，最后一块肉也被吃光了。议员儿子冲进船舱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不顾小美的反对，举刀就要杀鸡。小美被迫拿起斧头将其砍杀，凭借其肉又艰难地度过了一段时间。好在最后上帝眷顾，果实终于成熟，小鸡也终于下蛋。尝到久违的蛋液，让吃了数月生肉的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。几天后，独自一人生下孩子，把孩子抚养长大成人。巨轮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植物在尸体的供养下长满巨轮，小鸡仔也陆续出生。小美和儿子不再为食物而发愁，再也没有人会打扰他们了。17年后，这里变成了一片森林，孩子也慢慢长大成人。然而保暖思淫欲是不用教的人性本能。看着儿子将手伸向大腿，他担心的问题还是来了，于是气冲冲地转头跑去。即便明知不可为，可这空无一人的巨轮上，他又能躲到哪里去？电影到此结束。